这个虾仁有多惨，穿越成大明官二代，本以为能过上左拥右抱的生活，却因自家老爹说错话，老朱竟要诛他10族。刘哥呀，你们明天就要嘎了，有没有什么没办的事和老弟我说一说？我倒是死不足惜，就是可惜了这群孩子，是为父对不起你们啊。爹啊，你到底干了什么，惹得陛下要诛我们10族？此时正是空印案兴起，老朱伪装成普通官员跟刘蒙讨论空印案，他竟头铁的来了句诛我10族我也不怕，然后就真的被老朱送了个10族消消乐。当时我也不知道那就是陛下。老爹啊，你怎么还讲方孝孺的台词啊？陛下站你面前，你都没认出来吗？平时都是远远看着陛下，一时间这么近还真没看出来。二弟你放心，哥明天替你扛第一刀，咱们来世还做兄弟。虾仁看向大哥刘经纬，发现他手都在发抖，说到底刘经纬也是个少年，哪有不怕的？大人能否跟你打听点事？小兄弟，你问吧。父皇，刘蒙并非贪官，诛10族是否太过了？哼，怪只怪他倒霉，牵扯到了空印案中，而且还是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彪儿，你可知咱为何要兴空印一案？又为何把杨景、梅思祖、康铎这几个老兄弟都扯进去？孩儿不知。那你就给咱想，什么时候想明白了，你才有资格坐在咱的位置上。刚从老李那打听到了空印案涉事人员，还有就是马皇后似乎生病了。杨景、梅思祖、康铎这3位均是开国功臣，而且已是半退隐状态。地方呈报账册的事都不经他们的手，可为何能被扯进这案子里？只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胡惟庸案。可是胡惟庸案与此案有什么关系？这2案其实都是对官员的大清洗，或许他们和空印案确实没关系，但是他们都与胡惟庸有牵连。用空印案的刀斩胡惟庸案的人有何不可？好一招借刀杀人啊！转眼便到了第2天，只有核心的几人被押到殿前。流氓，现在你可认得咱？老朱一句话，虾仁这个便宜老爹被吓得甚至连话都说不出了。朱标见状也是有些于心不忍，刘蒙不过是户部3号，说到底就是个顶锅的。父皇，不如让他说说，如果他有什么请求，也希望父皇多考虑考虑。在老朱看来，这可是朱标收服人心的好机会。他假装思索了一番，你可是有什么请求，可以当着太子面与咱说说，只要不太过分，咱都可以考虑。这时刘蒙想起虾仁昨天对自己说的话，明天无论如何，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让陛下召见我，我们能不能活命就看这一步了。陛下，臣请将臣的2儿子虾仁带到陛下面前。此话一出，众人面面相觑，连老朱都愣了半天。哈哈哈，有趣！咱倒要看看这虾仁是何人物，把虾仁给咱带进来。没一会，侍卫将虾仁带到门口，虾仁独自一人走进来，这是老朱特意吩咐的。气宇轩昂，竟没有一丝慌乱，此子果然不凡。此时虾仁也看向龙椅上的朱元璋，不愧是开局1个碗的洪武大帝。虾仁动画看多了，还真以为老朱很亲切。没人能想到，从此刻起，大明的国运开始彻底改变。草民虾仁见过陛下。虾仁并没有跪拜，不是因为他自恃穿越者身份，而是他的腿有点不听使唤，说不慌那是假的。但老朱也没有在意，反而觉得有趣。你为何想要见朕？陛下，草民对空印案有些想法。虾仁的话让百官的心脏都漏跳了几拍。这小子难不成还真想给空印案翻案？老朱脸色微沉，本想直接把虾仁拉出去砍了，但他还是有些好奇虾仁要说什么。那你给咱说说。第一，空印账册盖的是其凤印，具体到每张纸上印记并不完整，与一纸一印不同，即使流散出去也办不成什么事，何况这盖了章的白纸也是轻易拿不到的。所以陛下完全不必担心有人拿空印册做手脚。此时朱棣看向虾仁，眼中闪出金光，这小子我喜欢。第二，钱粮这些账目数字，府币和省，省币和部，出入对错，最后还是户部说了算。而部省间距离远则6、7千里，近亦3、4千里，一旦有错，一次往返差不多要1年，先印而后书，只是权宜之计。朱标闻言暗惊，下意识看向老朱，这番话明显是质疑老朱。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可没有人敢说出来。奇怪的是，老朱脸色平淡，好像说的不是自己一样。第三，国家立法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，而后根据法律惩处违法者。但是立国并没有针对空印的法律，大家一直是这么做的，并不知道有罪。如今一旦治罪，不能服人。他的意思是法应该凌驾于皇帝之上。继续说。第四，国家培养一个合格的官员很难，能位置郡守的官员都是数十年培养所成，这些官员并非草菅可歌而复生，
陛下大兴杀戮，实在有伤天和。虽说虾仁的言论有理有据，但老朱很失望，在他看来不过是文人的空想罢了。说完了吗？虾仁知道这些还不足以翻案。草民以为大明天下若是覆灭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覆灭在陛下的手里。此话一出，朝堂上彻底炸开，大胆狂生，找死！陛下，臣请砍了这个口出狂言的小子。诛他10族。他已经被诛10族了，那就诛他20族。此话怎讲？我大明是否有条制度，凡是皇室子孙，亲王可领5万担，郡主可领6000担？不错，此策已推行5年，这有什么问题？咱辛辛苦苦打下江山，咱不享受，怎么还不能让咱孩子享受了？当然有问题，除了太子大人外，如今大明有6位藩王就藩，5年后还会有10位藩王到达就藩年龄，光是藩王俸禄1年就要开出80万担。不过1年80万担，你且问问你爹，咱大明1年的税收是多少？据今年财政统计，从各军府、州、县共收上粮食2000万担。听到没有？1年开销80万担，9牛1毛罢了。可5年后1年80担真的够吗？80万担1年是你算的，现在又说不是这个数了。老子堂堂秦王，1年5万担怎么了？这是秦王朱爽，藩王进京，马皇后生病，后宫斗争蔓延。马皇后感染了斗症，还病得不轻。这是昨天从狱卒老李那得到的信息，结合这些，虾仁就猜得8、9不离10了。秦王殿下，您莫非忘了什么？什么忘了什么？1年80万担不是你说的吗？我知道了，问题不在我们身上，是在我们的孩子身上。看来太子殿下是明白了，那我就不多说了。我只知这个数字极大，却没有具体，还请小先生赐教。随后虾仁便用现代的数学模型计算出了大概结果。朱标闻言被这个数字惊到了。5年后，郡主的数量竟有足400个。没错，5年后的数字只多不少，光是给亲王和郡主每年最少320万担。郭恒，你算一算这个数字对不对？虽说郭恒是户部2把手，让他玩朝堂那一套还行，户部业务他可是一窍不通。陛下，臣愚钝，算不明白，平时户部计算等杂事都是由刘蒙去做的。哼，既然都是刘蒙做的，那要你何用？户部计算财政都成了杂事，把你儿子安排进户部，是不是杂事？见郭恒下一秒就要被砍，尹国公父有德，只能硬着头皮走出来，毕竟自己家大儿子就是户部1把手。陛下，郭恒虽不善于计算，但也立下过汗马功劳，年前与倭人通商便是他主持的。老朱眼中的杀意一闪而逝，尹国公的面子还是要给几分的。流氓，那你来给咱算算。刘蒙此时也快速计算起来，哪还有方才一副烂泥的样子？老朱看到此时的刘蒙也是眼睛一亮。嘿，到底是父子啊！陛下，犬子所说的数学模型太过深奥，我只能参悟其中3、4。不过这个最后数字应该是没问题的。你自己儿子说的东西你都不明白，莫非天下间还没有人能懂了？陛下，我有一法可印证此说。你那些法子只有你会，你自己印证自己有什么用？陛下放心，此方法就连3岁孩童都能看懂。那咱就听听是什么法子。你要是敢胡说八道，咱饶不了你。皇族子孙出生，史官必造册记载，可从前朝史书中大致推出个数字。父皇，此法确实可行，小先生实在是厉害。2个半小时后，查史书的官员才急急忙忙回来。陛下，现核算出大唐与大宋开国20年内皇族数量，大唐共增长763人，大宋共增长547人。由此推算，虾仁所说数字只少不多。得到验证的老朱此时一身冷汗。咱一辈子没啥盼头，就希望咱家孩子都能过上不愁吃穿的日子。没想到短短几年，竟能给大明造成这么大的负担。此时百官也看向老朱，似乎在等一个答复。不如就把郡主的钱财砍半吧。不行，陛下，关键并不在钱多钱少。小先生，说到底就是钱的问题啊，你怎会说和钱没关系呢？太子殿下想一想，如今最大的郡主都到了结婚生子的年纪，15年后郡主少说也得有4、5千，而这4、5千郡主再生孩子的话，这将是一个多大的数字？到时岂不是有几万个皇室宗亲？朱标眼神复杂的看向坐在龙椅上的老朱。现在要给儿子钱，5年后要给孙子钱，15年后还要给重孙子钱，咱哪有那么多钱啊？吓人啊吓人！你什么都没说，却是逼得咱喘不过气呀！各位，此事重大，今日也议不出什么结果，请诸位回去都想想办法。陛下，今日主事为空印一案，咱们不若回归正题。空印案还有什么好审的？直接带下去砍了。父皇，刘蒙父子2人极其重要，而臣请父皇网开一面。看咱这脑子，你说的对，刘蒙父子并非乳谋，对国之大事还算有用，先留下吧。朱标闻言大喜，30几岁的人了，还像孩子一样朝虾仁眨眼睛。可虾仁此时没时间和太子互动。陛下，那刘家其他族人呢？小子，留你爷俩性命已经是网开一面，
还想得寸进尺？谁他娘的要和这倒霉老子一起活啊？家人都死了，那我也不活了。此时，一位后宫太监急匆匆走来，打断了虾仁说话。然后太监跟老朱说了些什么，老朱瞬间慌了神。彪儿、老二、老四都跟我来！眼看老朱就要走了，再拖的话十足都被砍完了。后宫太监一来，竟让老朱连上朝都顾不上，恐怕是马皇后病危了。陛下，我能救皇后娘娘。那你也跟咱走。此时的老朱也来不及多想，但虾仁却是纹丝不动。还请陛下将空印案犯人暂时收监。你还敢提要求，别不识抬举。父皇，空印案不如先停下。彪儿，空印案犯人全部收监，众位官员先退朝。皇太医呢？皇太医在为娘娘诊治，恐将斗症转染给陛下，不便出来。那咱的妹子怎么样了？皇太医说，娘娘怕是不行了。咱的妹子，让我试试吧。只要你治好咱的妹子，咱什么都答应你。陛下，你知道我想要什么？老朱也知道，虾仁想要的无非就是赦免刘家十族，可此事却把老朱难住了。若是翻案，那空印案就有错，空印案有错，岂不是说咱错了？可是咱的妹子，虾仁也没管愣住的老朱，直接进入病房。虾仁看向马皇后，这位垂青万古的女人却生得一副普通的面容，可偏偏又带着一种奇异的气质。是谁把水痘给挑破了？本以为把痘挑破就能治好，没想到越挑越多。去拿水，分别要烧开的水和冰冷的水，然后还有高度数的酒以及火遮。治疗窗口的草药也拿些，把药炉子全灭了，窗户打开通风。你会治病吗？就敢在这里指手画脚？皇后娘娘死了，你也活不了，想活命就听我的。老朱和小猪们足足在外面等了2个半小时，房间内才传来声音：陛下，皇后娘娘被救过来了。好，咱要进去看看。父皇不可斗症传染啊！怕什么？虾仁能治好你娘，也能治好咱。说完，老朱便朝房内走去，小猪们也只得跟上。哎，你们一去啊，等等我啊！陛下久等了。不久等，只要能治好咱妹子，让咱站1天1夜都行。嘿嘿。皇后娘娘已无大碍，休息静养即可。好啊，咱妹子没事了。把这个庸医拉出去砍了。等等，虾仁看着太医无助的眼神，还是有些不忍心。其实也不是太医的医术不行，只是他没有现代医学理念。陛下，痘症具有传染性，想必后宫感染上痘症的人不少。他在旁边看到我怎么做了，可以让他去诊治。虾仁啊，你不杀他，还把痘症秘方交给他，我为何要杀他？治病救人，天经地义。这里有病人，正好我有方法，为何不传于世间？是啊，治病救人，天经地义。那就先留你一命。谢陛下。陛下，娘娘现在需要休息，我们出去说吧。好，那咱们去边吃边说。这几个都是咱的儿子，你不必拘束。来，你们都介绍一下。想必小先生认识我，我是家里的老大，朱彪。老二，朱爽。也不知道为啥，就是看着小子不爽。我是老三，朱刚。小兄弟今日真是让我大开眼界，有时间可多交流。我是家中老四 Judy。 这就是未来的永乐大帝。我是老五朱素。其实我也是医者，可今日见到您医治的手法，我这医者的身份倒不好意思拿出来说了。周王殿下谦虚了，我也是刚好懂一些水痘方面的知识。听闻你本家就在顺天府，那正是燕地内，若是你来我燕地，别的没有，我必然好酒好肉相待。多谢燕王，有机会一定去领略塞北风光。老四这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闷葫芦，竟然这么主动，有意思。年轻是要多出去走走，可一南一北相比，还是应天府的水土更养人啊。虾仁，快跟我说说你那些治疗痘症的方法医理何在？为何你进去一会就把母亲救回来了？很简单，我进去后发现皇后娘娘濒临死亡，并不是因为痘症，而是屋里太闷憋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请问陛下，若让您长时间待在冒烟的厨房，您感觉如何？咱以前也在寺庙做过饭，后厨烟太大，待久了就头晕脑胀的。可母后的病房不是后厨啊，莫非是烟熏法？那若是如此的话，我也能治好母后。看来你也没那么厉害啊。今天怎么发现二哥这么蠢呢？人家把这事说开了，当然简单。我看小兄弟不着重于痘症，反而先要退烧。可发烧是痘症引起的，小兄弟不先治本，这实在让我不能理解。老四，你眼睛可真尖，那么远都看见了。小兄弟正好把窗户打开，我碰巧看到。
因为斗症是可以自愈的，而发烧会阻碍斗症自愈，只要把发烧控制住，斗症自然会好。这怎么可能？斗症还能自愈？那为何斗症还会死那么多人？你是不是把我们当傻子？你若不想透露一方，可以不说。实在是各位对于斗症的认识有误区。请问燕王殿下是否生过病？自小到大从未病过。那请问陛下，您是否生过病？没有。老朱家的血脉都这么牛的吗？这让我怎么往下问啊？小先生，我生过。哦 ，nice。那殿下是否有病情自愈的时候？有一次我随军生了病，为了不让父皇担心，我就没说，后来确实就自己好了。那太子殿下没想过为什么？这我还真没想过，还请小先生赐教。因为我们的身体内有一个免疫系统。免疫系统？那是什么东西？可以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城池，而免疫系统就是守兵。一听到行军打仗，老四 Judy 眼睛一亮。那染上的疾病就是攻城的敌人了。没错，敌人来犯，守兵自会出击。若是守兵不敌，身体自然就垮了。所以有些病能自愈，有些病不能自愈。哈哈哈，有意思，咱也明白了。可那斗症应该是极其凶狠的攻城之势，光凭着城中守兵能守住吗？能守住，可若是发烧太严重的话就不能。这是为何？那就是城内哗变，敌人里应外合，城自然丢了。哈哈哈，咱这辈子从没听过这么有趣的课，厉害！此时众人只觉得知识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进入他们的大脑，但又说不上哪里奇怪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也有个疑问。秦王，请问你让他一杯酒有何用？你行医莫不是还要喝酒不成？能把母亲治好，就算小先生喝酒行医又能如何？大哥，你怎么老替外人说话呢？老二啊，咱觉得边儿说的没问题，那些奇人异事都有些怪癖，不必在意。陛下，这酒可不是用来喝的，而是用来消毒的。消毒？消毒又是什么？空气中有很多细菌病毒，只不过肉眼看不到。既然眼睛都看不到，那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？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有些士兵不过是弄伤了表层血肉，为何就不治身亡？这也说明不了什么，我还是不信。我有一法，周王殿下，你去用在伤兵身上，看看效果便是。我跟你说，告诉完朱萧方法后，老朱让虾仁在宫中住下，随后太监就领着虾仁离开了。这小子是个有大智慧的人啊！刚才虽然一句不提空印案，但是却时时记着空印案，摆明了告诉老登自己是个独一无二的人才。看样子想单独留下他是不可能了，这是给咱留下了3道题啊！第一道是空印案，第二道是皇族俸禄拖垮财政，第三道孩儿却是不知。哈哈，虾仁要表现出他的价值，那咱就看他值不值喽。老五，虾仁给你留下了什么锦囊妙计？他教我的法子能让伤兵多活下来3成。你说什么？所有人都被这句话给惊到了。古代的伤兵100个中都活不下去3个，何况是3成。Judy 此时也不淡定了。3成，100万的军队中就能多活下来30万人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可是那用酒消毒的办法。随后朱素将虾仁告诉他的法子重复了一遍，听得众人一阵眩晕。彪儿，你赶紧修书一封给沐英，让他试试。此法若是有效，我不敢想啊。虾仁那小子昨晚怎么样？他回屋倒头就睡，准备的饭菜衣服都没看一眼，应该是太累了吧。哈哈哈，他累个屁，他这是在给咱逼宫呢。不识军路，不用军务，咱不处理空印案，他就不惜一死。倒是个爷们，你可知他为何要如此？自然是为了他家里人。这正是咱最欣赏他的地方，有家才有国，连自己家人都不爱的人，何谈忠君？昨晚将刘家人安顿好后，他们都干什么了？他们也没多说什么，回去后全都在算数。算数？他们全都在研究虾仁所说的数学模型，但是算了一晚上也没解出答案。哈哈哈，这刘家真是一众妙人啊！咱记得他们是个大商户吧？终日与算盘打交道，就连他们都没算出来。虾仁这小子有点道行啊！虾仁确实是才华横溢。昨夜户部的人可有什么动静？他们与往日无异，吃完饭便睡了。哼，就连死到临头的刘家都知道去算虾仁说的对不对。身为户部官员，眼看国家财政出了这么大漏子，他们倒是能睡得着啊。昨日的财政问题，想必你们昨夜回去都想对策了吧？郭恒，你先给咱说说。陛下，怎么？昨天算数算不明白，今天对策也想不出来，那要你这户部侍郎有何用？微臣知错，请陛下恕罪。让你想办法，不是让你认错。财政有了这么大漏洞，你昨夜睡得到香啊？不说出个法子，今天就扒了你这身衣服。臣以为，不若把皇孙郡主的开支全部取消，再增加诸侯皇子的俸禄。有点意思，接着说。
皇孙郡主的数量膨胀极快，就算减少俸禄也顶不住数量多。所以臣以为不如直接1分钱都不发，再把这边损失的银钱多补给各位皇子，如此便可破局。胡说八道！父皇，各藩国每年的税收大头都要交给朝廷，留在本国的钱银根本没有多少，可地方还得养兵养官，就算多给我们补钱，又能补多少呢？再说了，您的这些大孙子上课、吃饭、车马哪些不用钱？就算再省，也省不到哪里去啊！若是把他们的俸禄拿了，这些孩子都得喝西北风。老朱眼皮狂跳，心脏仿佛被一只大手狠狠攥着。老二说的话虽然有夸张的成分，但是于情于理也没有毛病。藩王的俸禄只能多不能少。一道突兀的声音在朝堂上响起，众人纷纷看去，说话之人正是魏国公徐达。天德，此话怎讲？陛下，这笔钱不仅是给诸侯王的，也是给众将士的。比如燕王殿下就是要防守北方的鞑子，如果这笔钱都没了，边境将士的薪水何来？不能让人家饿着肚子打仗吧？咱走脚讨饭时都没觉得钱这么重要，现在咱倒是明白了什么叫1分钱难死英雄汉啊！陛下，微臣还有一策。刘家为顺天府大户，传闻东晋时期就在江淮做过生意，而且像刘家这样的富户也不少。陛下不如杀鸡儆猴，取了刘家的财，再逼迫其余富商上供。你这是什么狗屁馊主意？老朱也是把郭恒的计策当作放屁。其实老朱之前也做过一次，但是老百姓也没有更富裕，当地财政反而不行了。其实老朱还有一条更加致富的路，那就是贪官。老朱看向郭恒，郭恒此时还没意识到自己在老朱眼里已经变成了大肥羊。把地方的钱都挪到朝廷，地方空虚，那还得了？你这个法子不行，说到底还是缺钱。擅长，你说说有没有什么搞钱的法子？陛下，臣以为还是要以农业为主，可实行屯田制度，让所有百姓都入军赋，战时作战，闲时耕种，战功和农工可以兑换爵位。此法倒是不错，既保证了兵源，也不耽误农耕。但是光应天府，这就是地少人多，有的人分不到田该咋办？这微臣还没想明白。父皇，儿臣以为解铃还须系铃人。儿臣也觉得虾仁天资聪颖，往往能见常人所不能见，可以问问他有什么想法。老朱看向朱标，从昨日起他就发现朱标和朱棣对虾仁格外推崇，可朱标却摆出一副迷弟的样子。为人君者自应高姿态用人，这样下去，以后岂不是标都要听虾仁的？毛香，那小子醒了没？去将他带来。陛下，听宫女说，虾仁一睁眼就去了皇后那里。微臣又去看了眼，正看到虾仁打水给皇后娘娘换药呢。老朱和小猪们都没想到，虾仁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去照顾马皇后，就连一直和虾仁唱反调的老二，此时都惭愧地低下了脑袋。去守着虾仁，等他治疗完咱妹子，就将他带过来。属下领命。陛下，云南9公不下，臣请命带兵支援云南。北元小皇帝占据漠南漠北，云南和东北地区为我大明必争之地。云南为北元梁王把扎剌瓦尔密布，光是据守的援兵就有10万，而且北面小皇帝还会源源不断的提供援兵。你说的意思咱明白，北元占据云南精兵10万，而沐英手下不过6000兵马，这仗确实不好打。其实老朱也想过，但实在是手里捉襟见肘，打仗要钱要人，老朱手里却一样都没有。可若不出兵，鞑子早晚会对大明造成巨大威胁。仅思索片刻，老朱就做出了决定。但是敢对咱华夏觊觎，那就打，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。不仅要打，还要打痛他，打服他。陛下英明，微臣只要5000人，就能打得那群鞑子丢盔卸甲。5000，蓝玉复有得听令。臣在。咱给你们个2万人马，你们与沐英兵分3路，在秋收前务必拿下云南。陛下放心，微臣定不辱命。老朱一经决定的事就会不计代价，面对异族绝不退让。若是讲什么礼义廉耻，最后只会落得宋徽宗的下场。各位大臣正群情激动之时，虾仁已经进入殿了。哎呦啊！你没长眼睛啊，踩我脚了！他本想让虾仁出丑，没想到他直接踩了上来，差点没给他踩断。这是朝堂，不是菜市场，你小点声。我是你爹的顶头上司，你知不知道？没教养的东西！好一个顶头上司！空印案把我爹踢出去，替户部顶锅，我爹要被砍头时，也没有人为他说一句话。我想问问各位大人，我爹莫非就这么厉害？整个大明地方上与朝堂的交接都是我爹一个人负责的。小兄弟何出此言？不然的话，为何空印一案就我爹一人被推了出去？若是户部只有我爹一人办事的话，照我看，我爹早就该当户部尚书了，还要你们何用？殿内一片寂静。虽然虾仁说的没错，可这些话没人敢在明面上说，因为这是老朱与户部在暗中达成的默契，大伙都心知肚明。傅有德看向老朱，发现他没有丝毫表示。这空印案真要翻了。小兄弟，你有意见可以提啊，没必要这样。若是我们一家人昨天被砍了，我他娘的去和阎王爷提。
你什么你？你要不服气，我也略懂一些拳脚，咱们就出去练练。郭大人，跟这小子练练，他也太不把你当盘菜了，可别丢了分。看着武将们起哄，郭桓直接被气晕过去。陛下，您看他，都是爷们，咱觉得打一架不错。可这是朝堂啊，哪能像匹夫一样蛮斗？你说谁是匹夫呢？朝堂确实不是动手的地方。陛下英明啊，所以你们去外面打啊。紧接着虾仁就直接抓着郭桓往外面走去。郭桓看着虾仁人高马大的，大脑一片空白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我爹被推出来是你在背后搞鬼。听到此话的郭桓又是直接晕了过去。虾仁看着晕死的郭桓，也没了动手的兴致，直接将他扔到了地上。先把郭桓抬出去。虾仁，你出的难题还真把咱难到了。说说吧，大明的财政该怎么救？解决皇族财政问题，无非4个字：开源节流。李善长猛地瞪大眼睛，心中升起一阵不好的预感。继续说。开源就是多找些来钱的法子，光想着省钱是没用的，总会有花钱的地方。说得好，咱让户部拨款的时候，户部老让咱少拨点，再省省，可他娘的一会这发水患，一会那闹饥荒，这钱怎么省啊？大家都知道该搞钱，我们要的是搞钱的方法。这个问题我等会再说。再一个就是节流，也要与开源相辅相成，该省的地方一定要省。假设地方水患需要粮食20万担，但是却拨了40万担，可地方用不了这么多粮，最后都是进了贪官的腰包。户部尚书夫人闻言忍不住点头，虾仁可谓是一语道尽了户部的难处。取之尽锱铢，用之如泥沙，国库如何不空，财政如何不废？老朱此时如遭雷击，本以为自己是极其节俭的皇帝，可小钱是省了，大钱却花得如同流水。老朱政治手段可谓一流，可出身低微也造成了老朱的短板，那就是没有经济概念。那皇族财政该如何解决？藩国的钱如何发放？当然是正常发，只不过这钱只发3年。朱爽被搞懵了，发钱能理解，不发钱也能理解，却不知为何还要有个3年之约。但朱棣此时露出沉思的神色。你是不是想让我们这3年做点什么？小先生别卖关子了，快说吧。没错，那就是拓边。要搞钱，那就打出去。各位藩王救国之处都在大明边境地区，自可以向外拓边。得土之寸为诸侯王之寸，得土之尺为诸侯王之尺。老朱猛地从龙椅上弹起。你的意思是让藩王向外打，打出来的土地都算他们自己的？我华夏大国随境万邦，岂能随意欺辱小国？自大秦开始，华夏中原便安抚万邦，为万邦之首。万邦之首？那大秦的匈奴是怎么回事？西晋的五胡乱华是怎么回事？大唐的突厥屡屡犯边是怎么回事？大宋金人辽人打得我山河破碎是怎么回事？歪理，你这是歪理。老朱此时却是露出沉思的神色，虾仁的一番话还真给他说动了。是啊，中原没少照顾周围小国，为了照顾异族还在边境护市，可他们一缺钱了还是来打你。大唐时期有小日子的学生访学，大唐给钱又给人，可结果呢？小日子在海上捕杀大明渔船的奏折还在咱桌子上放着呢。敢问各位大人，自大明建国以来，光是北元犯边有多少次？光是万人以上的犯边就不下于100次。那按照大人的了解，我们大明给他钱给他粮，他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，他们能不能休战？以我对他们的了解，非但不会感恩，还会把我们当成傻子，当成肥羊，只会更加猖獗。那我们除了打还有别的选择吗？我们不打别人，别人也会打我们，只因为我们太弱，谁都想来捏一把。虾仁的呼吸越来越重，脑中闪烁的全是华夏儿女被欺辱的画面，双眼逐渐通红。鞑子犯我边境，小日子砍杀渔民，只有打出去才是大明的唯一出路，让大明的旗帜插遍天下，要让天下都知道华夏儿女不可欺辱。朱棣看着虾仁，拳头紧握，不只是朱棣，在场武将们的心脏也不自觉狂跳，甚至跟虾仁唱反调的朱爽都有些激动了。说得好，咱准了。陛下英明。以后不用朝廷养了，老子自己打，打多打少都是我的。得想个办法把虾仁带走。各位稍安勿躁，微臣觉得拓边之事还有待商榷。你莫不是不想让虾仁占得这么大功劳，有意打压不成？秦王大人言重了，微臣只是在想，周遭小国土地资源贫瘠，就算打下来有什么用呢？李善长的话把朱爽说的一愣，李善长确实说到点子上了。刚才众人都被虾仁的话感染了，也没想到这上面去。老朱见虾仁愣住了，心中有些失望。看来拓边的事情还要在意啊。陛下别急，我方才失神，并不是被这个问题难住了，只是觉得有些好笑。哦，此话怎讲？请问这位大人，为何拓边挣不了钱？那些地方没耕地啊。李善长脱口而出，因为在他们的眼里，最值钱的就是能长出粮食的耕地。格局小了，并不是只有耕地才挣钱。北边是一片天然草场，拿下这片草场，那便有了一大片牧场。哦，有了这处草场，就能有骏马有肥羊，我居然空手这一片宝地还不自知。听到此话的老二急了，
老四那可以脱边，可我咋办啊？早知道我当时去燕地就好了。现在后悔也晚了，当时你们可是都不愿去。虾仁，快说说我那地方怎么样？你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，再向西去，无论是山林煤矿都是财富，而且你与燕王北地的大草场相连，燕王咋干你咋干就是了。咱也要在这草原上分一杯羹。二哥，到时候我可不让着你。谁抢到算谁的，你真以为那二哥是傻子啊？我打仗可是嗷狠。那封地没有草原该咋办啊？湖海，既然草原能养牛养马，湖海内自然有鱼有虾。老朱闻言，心中猛然醒悟，难怪那些倭人会疯狂袭击渔民。想通此节后，老朱越想越气。小小倭人不仅动咱的人，还敢抢咱的钱，造船，必须造船。虾仁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，丝毫没意识到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。今日的话已经改变大明的运势，也改变了倭人的命运。虾仁啊，你说的这些都很好，可需要的时间太久了，有没有什么快些的来钱法子？咱现在就缺钱啊！听到老朱的话，虾仁脑中快速回放着课上学过的知识，得出一个最优解，那就是屯田。此话一出，朝上众人表情立刻变得十分怪异。屯田的这法子，李大人方才提过了，能否听听李大人的屯田法？便是曹魏推行的屯田制，与北齐的军府制结合起来，兵农合一，战时作战，闲时农忙。方向没问题，但是不好。既然不好的话，不知你有何高见？你有所不知，现在地少人多，如何屯啊？我说的不是这点不好。哦，意思是你有办法解决？很简单，西北、东北地区都是地多人少，把在应天府没有耕地的人迁到那里去，他们不就有的种了吗？话虽如此，可人家凭什么拖家带口的去边境开荒？正常来说，谁也不愿意远迁。可如果官府给他们一家2份地呢？2份不够，给3份，然后再免5年赋税呢？反正荒地也没人种，给3份5份又能如何？至于税收，5年后也是一样收嘛。好啊，就这么办。李善长懵了，这样简单的问题，自己怎么会想不出来呢？他恨不得自己去穿越一回，重新回答老朱的问题。李善长服了，但没有完全服。那不知我的屯田法不好在何处？兵就是兵，农就是农，若是兵农合一，到最后只会仗也打不好，田也没种好。那辽人金人正是用的兵农合一之法，为何能把大宋打成那样？他们自小吃肉喝奶长大，比中原人壮实得多。而我们现在随便拉一个农民出来，10个得有8个是面黄肌瘦，能把地种好就不错了，如何还能打仗？那些鞑子的身体确实比咱壮实得多，难道关键是在于吃上面？也就是说，只要给我们的孩子自小吃奶吃肉，也能更加壮实。8、9不离10，至于差的那1、2分，就是种族问题了。这些都扯远了。你说我的屯田法不行，那我得听听你的屯田法有什么花样。我的屯田法有3个部分：民屯、军屯、商屯。哦，快和咱说说。先说民屯，官府虽统计了人口和土地，可无主田地和不在册人口依旧极多。他们委身在地主那里，宁可被地主克扣，也不愿意被官府入册，就是因为官府收的税比地主克扣的还要多。所以民屯的第一步就是分田，然后降税。小先生，本来官府就财政不济，再降税的话，那不是更没钱了？太子殿下，我给你算笔账。假设现在有100万人，而官府登记在册的只有70万，每人每年纳税10担，那便是700万担。如果税收降3成，那就是490万担。没错啊，这不就少了3成的税收吗？但是给地主种地交税更少，肯定会不断有人脱离官府黄册。反之，在册的人就会越来越多，税收的总数跟降税之前也会相差不多。朱标闻言倒吸一口冷气，虾仁的话没那么简单，他想到了更深层次的东西。虽然税收没变，但若是地主那的30万人转而登记在册，那无论是徭役、征兵、迁移，都能让大明缓一大口气。天下攘攘皆为利往，没毛病。那军屯和商屯又作何解？军屯就是与以前的法子一样，让平时没有战事的军队屯田，但是要加税。等等，方才还要降税，怎么军屯反而涨税呢？不应该是要多降吗？还没等虾仁开口，老四 Judy 就帮虾仁解释了。屯田的大头还得是农屯，军屯只是军队自己消化，若是给他们留的粮食多了，谁还愿意参军？老朱看了看朱标，又看了看 Judy， 心中叹了口气，老大还是需要磨练啊。至于商屯，那就是让商人去屯田。虾仁啊，咱不是不支持你，想让那些商人去种地，太难了吧？商人都是唯利是图的主。对了，你家也是商人，我不是针对你啊，人家随随便便挣的钱就够种10年地的了，放着好好的先不挣，为啥要去种地？这可不好说，他们不去种地，咱们以利诱之不就行了？以利诱之，咱都穷得叮当响了，还给人钱，这钱不如给我，我种地去。老朱看向朱爽，有些无奈。以利诱之不一定用钱，你是想给他们爵位？陛下英明，万万不可啊！他们本就有钱，再有势的话，那还得了？岂不是鼓励人人从商？那谁还读圣贤书啊？在他看来，虾仁就是出身商人大族，这分明是在为自家谋私利。说说吧，咱好好的兵农不用，何必用这商人呢？因为商人有兵农没有的东西，那就是钱。
让商人把粮食运送到边境，这边境可以是诸侯国，也可以是府县，但有个前提，无论是粮食还是路费，都要商人自筹。你当他们都是傻子不成？你小子莫不是得了一症？如果陛下愿意给他们爵位，各个商族一定会抢着去运粮。老朱心中思考了片刻，不得不承认，他又被虾人说动了。商人们钱已经挣够了，就差权和名了。若是老朱允许商人用钱买名声，商人们绝对趋之若鹜。那你这和屯田有什么关系？众人也是一愣，说了半天，好像确实跟商人屯田没什么关系。商人运几次粮之后，就会发现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他们会发现，有这运粮的功夫，还不如直接在边境屯田，既能交粮，也省去了车马费。所有人都呆呆地看着虾人。李善长此时是真服了，但是对于虾人，他发自内心的排斥，因为在他身上，他看到了故人的影子。这小子也太他娘的坏了，不过我喜欢。虾人啊，你与家里人也2天没见了，我已经把他们安顿好了，让毛香带你去换身衣服，见家人去吧。谢陛下。众人还在讨论商屯，丝毫没察觉虾人已经离开了大殿。吵什么吵？天德啊，咱记得你家闺女也到了嫁人的年纪吧？我看虾人这小子就不错，有机会就让2个孩子接触接触吧。我怎么感觉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？本来虾人打算直接回家的，但是这身衣服实在是没法穿了，毛香便将他带到宫门旁的一处小屋，这也是老朱的意思。虾人躺在木桶中，紧绷的神经现在才稍微放松。其实虾人昨晚一夜没睡，他很害怕，突然到了这里，要面对大明的开国皇帝，还要在这群人中龙凤之间周旋，但是他不能透露出一点害怕的情绪，不然刘家就真的死定了。虾儿，你怎么了？娘这还有半碗水，你快喝了。刚穿越的虾人还在蒙圈中，看着那半碗水，又看了看李氏干裂的嘴唇。娘，这一声娘，好似把心中什么尘封许久的东西打开了。二哥哥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婉儿给你唱歌吧。二弟你放心，哥明天替你扛第1刀。听说刽子手第1刀的时候最钝，之后这刀沾上血就快了，你也能落个痛快。大丈夫哭哭啼啼成何体统？咱们来世还做兄弟。虾人前世是个孤儿，到这里虽然只有几天，但是他体会到了亲情，这也是他拼死也要护着刘家的原因。不知不觉间竟有些昏昏欲睡，迷迷糊糊好像看到了一双手。我怎么睡着了？怎么还有股香味？虾人也来不及多想，他现在只想早点回家。不好意思，不知道怎么就睡着了。我睡了多久？没多久，也就半个时辰。刚才可有人进房间？没有。小兄弟，我平生没佩服过什么人，你算一个。大人谬赞了。我年长于你，叫我毛大哥就行。怎么样，衣服还合身吧？穿着很舒服。毛大哥，你这是在哪找的衣服？这个是皇后娘娘亲手给太子殿下做的衣服，能不舒服吗？这怎么行？我还是去换下来吧。你放心，这是陛下的意思，你要是脱了，陛下还得怪罪我。行，反正债多不压身。啥叫债啊？这分明是陛下的恩赐。虾人笑了笑，也没多说什么。那就有劳毛大哥带我回家了。小事，咱们走吧。小兄弟进去吧，我走了。虾人丝毫没注意到毛香的离开，只是怔怔看着院内，心脏控制不住狂跳。明明只是小2天没见，却有种相差2个时空的感觉。反正二哥哥比大哥哥厉害。放屁！你大哥我学富五车，你二哥都是些鬼法的，白扯。你吹牛！二哥哥不仅比你聪明，长得还比你帅呢。哟呵！你说二郎比我聪明点也就算了，你竟然说二郎比我长得帅。小妹儿，你再仔细看看，大哥给你买糖葫芦吃。你先买。咱家现在不能出这个小院，吃喝都是专人来送。我现在上哪给你买？那你先把钱给我，到时候能出去了我自己买。这够你买100个糖葫芦了。你好好看看，我是不是比二郎帅？婉儿一见到钱，眼睛立马眯成了月牙，认真看了刘经纬半晌。刘经纬还特意摆出了几个自以为很帅的造型。好了，看完了，二哥哥还是比你帅。把钱还我！二哥哥，二哥哥回来了。二哥哥，我好想你。二哥也想你。小婉儿别哭了，再哭就不好看了。香儿回来了，你没事吧？娘担心死你了。娘，我没事。婉儿，你二哥够累了，快下来。我就抱着婉儿没事的。你就惯着他吧。这几天经历的事太多了，两世为人的虾人，此时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不靠谱的老爹，温柔大方的母亲，看似很坚强的大哥，活泼可爱的小妹。想着想着，虾人不自觉微笑了起来。好了，去见见你大爷爷吧。
大爷爷、大伯、爹，我回来了。夏儿啊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。你会不会说话？滚一边去！一家人都差点被你害死，你是真能做货，幸亏你有个好儿子。二郎，你坐我旁边来。二郎啊，你那个数学模型，我们算了2天2夜没算出来，快告诉我们这个怎么解？虾仁没想到大伯开口的第一件事不是问案子怎么样了，而是问怎么算出来的。我是用方程式算的。方程式是什么？快说说。随后虾仁便给他讲解，大爷爷和便宜老爹此时也仔细听着，生怕漏了一点细节。哦，原来这么简单，二郎你真是个天才啊！弄明白算法后，大爷爷才开始说起自家的生死问题。陛下准备怎么处置我们？陛下具体怎么想的我不知道，不过局势还不错。先是把咱家人从牢房扔到小院，现在又让你回来，看来陛下是对空印案松口了。那太好了，别高兴得太早，就算我们能活，在顺天府的家产就不用想了，没准还得蹲几年大牢。虾仁沉默不语，老朱确实不可能直接将他们全部无罪释放，肯定会让主要人物蹲几年大牢，才算把这件事翻过去。钱乃身外之物，活着就比什么都强。陛下喜欢虾儿，定不会难为他的。有虾儿在外面操持家里，我也放心。爹说的是，二郎啊，等我们出来以后，你可得挣到和现在一样的家产。想当年我带一家人北上，兜里也是一个子都没有，为寻立足去开拓，才显咱本色。放心吧，大叔，我一定在外面好好帮助夏儿，重振家族荣光。刘家怎么出了个你这玩意？蹲大牢能少得了你吗？我还得蹲啊！你是空印案的头犯，放心，跑不了你的。大爷爷看着刘蒙气得牙痒痒，当年让刘蒙入朝为官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瞅着他就烦。夏儿啊，你准备带着刘家去哪？我总觉得皇上能给你个官职。京中乃是非之地，我们又正好在风暴中心，怕是早晚会被卷死。不过最后怎么干都看二郎自己，大伯都支持你。我跟大伯想的一样，不留京了，回顺天府。咱家在顺天府恐怕很难立足了。顺天府不止咱一家富商，这次抄家的不是官府，而是其他富商。他们不怕陛下怪罪吗？一切发生的太快，他们来抄家的时候，我们也正好被诵经。事后我想了想，恐怕他们背后站着大人物，或许就是燕王朱棣。虾仁身子抖了一下，但是想了想，之前朱棣还有意拉拢自己，感觉又不像是他。难道是他？先不用妄下定论，眼见为实。而且燕地那么大，不是只有顺天府。虾儿，你脑子灵，大爷爷听听你准备怎么带着咱家挣钱。虾仁此时也不确定朱棣是否知情，索性也先不想了。我准备先种地。哦，你说的种地恐怕没这么简单吧？虾仁神秘一笑，将商屯法的内容与家人说了一通，把众人听得一愣一愣的。正当他们畅想美好未来时，已经离开的毛香又急匆匆的回来。小兄弟，快跟我走，娘娘醒了。表儿，拓边一事你怎么看？很好，对于各路藩王和朝廷来说都是好事。汉初太祖刘邦行郡县封国并行制，大封刘氏同姓王，各诸侯王在诸侯国内可征税、可领兵，与独立国家无异，终也造成了七国之乱。父皇大封藩王，各藩王在封土内权力也极大，现在都是亲兄弟还好说，若是过了几十年，诸侯王国问题必然尾大不掉。虾仁这一策直接解决了诸侯王国的隐患，诸侯国向外打便是，咱们中央也能得到好处。听到这些话，老朱似笑非笑的看向朱标，孩儿见识浅薄，您别笑我。哈哈，你说的很好，以后再多些自信就更好了。你再说说虾仁这屯田法如何？天马行空，天才之作。若是彻底推行下去，大明的粮产和税收最起码能提升2成。父皇说什么都要把虾仁留在京城，那如何处置刘家？又如何处理空印案？孩儿觉得空印案可大可小，不如交由3司会审，将刘家人暂时留在京城，最后小事化了，就算过去了。哼，你以为咱是为了处置刘家？如今朝中满是蛀虫，户部财政都烂到什么地步了？再不整治那还得了？就说那郭桓，小小侍郎竟贪了1000万银两不止，你叫咱怎么听？可是这刘家是被户部推出来的，虾仁将来会是你最好的臣子，咱是用不了他了，坏人就让咱当吧。朱标是明白了，老朱这是铁了心要把空印案办下去，心中涌上一股怒火，可面对老朱又生不起气来。既然他们敢贪，那直接查他们就是了，何必搭上刘家？彪儿啊，你以为当了皇帝就能管得了天下一切事情？这些官员表面上恭敬，实则都有花花肠子。咱下达一条命令，等落实到基层时候，就完全走了样，把咱当成傻子糊弄。咱制衡着他们，他们也制衡着咱，哪能从明处硬干？朱标张了张嘴，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。咱是从淮西起兵，朝中满是淮西勋贵，
他们支持你也是为了保住自己的1亩3分地，你要靠着他们，但不能完全靠着他们。刘伯温当初就看出了此事，可惜咱当时都没看透这一层，咱不信任他，他也不信任咱。彪儿啊，咱看虾仁第一眼就知道他就是你的卧龙先生，倒是你要多相信他一些。朱标心中暗叹了口气，咱本想把他刘京再多磨练几分，现在想想还是算了，就让他在你那几个兄弟中选一个，跟着走吧。朱标一听这话，顿时急了。父皇，这是为何啊？若是现在把他留在京城，刘伯温就是他的前车之鉴，整个朝堂都会是他的敌人。我看今日朝堂上各部都想拉拢虾仁，怎么可能全是他的敌人呢？现在朝堂之上虽然各派林立，但是也算是达成了微妙的平衡，虾仁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平衡。等他们想明白后，就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，与其拉拢，不如绞杀，没了虾仁一了百了。朱标倒吸一口冷气，其实也不是他想不到，只是跟老朱在一起，他好像智商就下降了。哎，放他走吧，潜龙勿用，等他羽翼丰满些，再回京城也不迟。老朱张嘴还要说些什么，忽然被一声尖叫打断。陛下，陛下！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陛下恕罪，是皇后娘娘醒了。什么？快带咱去！得知马皇后醒了，老朱和小猪们都急匆匆赶来。妹子，你终于醒了。重八，我还活着。老朱此时才确定自己的妹子是真的挺过来了。哈哈哈，老天有眼啊！咱妹子就是在世活菩萨，必然有仙人相助。嘿嘿，都当上皇帝了，还没个正形。咱高兴。重八，我好像还真遇到神仙了。啊！快跟咱说说。我梦着来到了一片火海中，这些年你杀过的人从火海中钻出来，要把我拉进去。听到此话的老朱沉默不语，眼睛微闪。我正要被拖进火海的时候，突然一阵清凉，一个少年把我从火海中拉了出来，我还能听到那孩子鼓励我的声音，让我挺过来了。众人闻言都是露出怪异的表情。娘，恐怕您说的这人并不是神仙，而是确有其人。你说什么？随后朱棣就把虾仁给他治疗的事情说了一遍。本以为是哪路仙家，没想到还真有其人，带我去见见他。娘，您这刚醒。小猪们还想继续劝解，马皇后只是微微瞪了他们一眼，全都不敢再饮了。那个妹子，虾仁给你治病，肯定也不想看到你又病倒。我来的时候已经派人去了。行吧，那你们与我说说他的事。小猪们心中微酸，亲娘大病初愈，却一心惦记着虾仁，完全忘了这几个大了。不过他们还是把虾仁这几天干过的事说了一遍，但并没有将空印案和朱十族的事说出来。厉害啊！重八啊，一定要重重的赏他，不管他要什么，能给的你都要给他。朱标闻言低下头，一个想法在脑中诞生，正思索间，忽然感觉到自己的衣服被人扯了一下，抬头看去，发现朱棣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旁边来了，哥俩对视一眼，立马就知道了对方心里在想什么。干不干？干！朱标立马气已经上身，开始唉声叹气。标儿，怎么了？大哥，娘大病初愈，你能不能收着点？娘，我没事。说完，故意看了老朱两眼，老朱后背一寒，立马就知道这两小子要干嘛。你两个还不给咱滚出去！你闭嘴！你们有什么事跟娘说，娘给你们做主。老朱只能狠狠地瞪着朱标，好像在警告他不要乱说。可朱标此时有马皇后撑腰，完全不虚他。老大，你只管说，不用怕他。娘啊，你要珍惜和虾仁见面的机会啊，见一次就少一次啊。怎么回事？可是他得了绝症，时日无多了。那倒不是，是有人要砍了他，还要诛他十族呢。说完，朱标又看向老朱，马皇后瞬间明白了。朱重八，妹子，你听咱解释啊！老大，你把事情缘由给我说清楚。等等，这老大蔫坏的，说的都不对路，让咱自己说，让咱自己说。好，那就你说，彪儿听着，有不对的立马补充。娘，我也能补充。你们两个小兔崽子！老朱差点气得翻白眼。爹，你别跟他俩生气，他俩太不懂事了。老二啊，没想到还是你最孝顺。那肯定啊，不过要我说，大哥和四弟不是小兔崽子，那是啥？王八羔子。对，小兔崽子还骂轻了。这两个小王八羔子，一骂出口，老朱又觉得不对劲了。他们是王八羔子，那我成啥了？你个憨货！马皇后看着他们打闹，心情也稍微好些。行了，先说正事。随后老朱将空印案的始末说了一遍，马皇后听得眉头欲皱。刘蒙是贪官吗？不是，除了人傻一点，算是个好官。马皇后陪在老朱身边几十年，自然清楚老朱的用意。沉思片刻，看向小猪们：你们几个先出去。看你的意思，还是要把空印案办下去，只留下刘家几人是吗？哎，咱没办法，咱觉得身体越来越老，咱没时间啊，只能把刀挥得再快点。
那群该死的贪官，上下其手，把咱当猴子耍，咱必须得做。马皇后抬眼看向老朱，那眼神把老朱看得一阵心虚。若没有虾仁，皇子财政的隐患有一天若是爆发了，你准备怎么办？老朱闻言一怔，咱只能从贪官富商那里拿钱，把窟窿先堵住。若是彪儿继位以后，众皇子们都觊觎皇位，血肉相残呢？他们敢，而且这样的情况应该不可能再发生了。如果诸侯王可以肆意拓边，他们没工夫抢老大的位置。重八，刘伯温的事没给你留下丝毫教训吗？你不是天下最聪明的人，人外有人，山外有山，你也不可能控制所有事情，就连眼前的事你都不能完全处理好。你死了之后的事情就真会如你所愿的发展吗？老朱看向马皇后有些发懵，能跟老朱说这些话的也只有马皇后了。是啊，就算这群人没了，彪儿的皇位便真能坐稳吗？马皇后看出了老朱眼中的挣扎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既然管不了，就放手吧。老朱眼中一瞬间的失神，他想到了那个走出朱家村的少年，想到了在寺庙中痛哭的夜晚。他朱元璋从来都不信命，他觉得自己还是要继续干，一条路得走到黑。妹子，咱知道你是什么意思，可咱满手是血，已经洗不掉了，空印案还是得办。一听到老朱还要办空印案，马皇后气不打一处来，合着说这么多都白说了。朱重八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妹子快松手，你咋说翻脸就翻脸呢？哎呦，爹娘，虾仁来了，快带他进来。参见陛下娘娘。好孩子，快过来让我看看你。看着虾仁，马皇后眼泪控制不住的流出来。在最无助的时候，有人伸手把你拉了上来，那种感情无法言语，旁人也不会明白。孩子，谢谢你，没有你我根本活不到现在。我没做什么，都是您吉人天相。马皇后摇头，口中不停重复感谢的话。老朱看着这一幕，鼻子一酸，把头转到一旁。人老了看不得这些啊。好孩子，你救了我一命，还穿着我织的衣服，咱娘俩有缘，不如我认你当干儿子吧。听到此话的老朱直接懵了，小猪们也是目瞪口呆的看向虾仁。我一介草民，父亲更是戴罪之身，不合适吧？孩子，这些都不是问题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就同意吧。我当然不嫌弃娘娘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的义子，若是有人要诛你10族，也少不了我一个。虾仁一愣，也是明白了马皇后的用意，心中涌起一阵暖流。多谢娘娘。还叫娘娘？娘。好孩子。妹子，你这是何苦呢？你有你的规矩，我也有我的道理，咱各论各的。虾仁是我的义子，和你没关系。老朱气得头疼，见马皇后面色红润，应该没什么事了。他觉得自己要是再待一会，病倒的就是自己了，索性一甩袖子直接走了。朱标和朱棣对视一眼，也屁颠屁颠的跟了出去。爹，空印案还办不办了？老子先把你办了。2个半小时后，彪儿，传告三司，把空印案接过去，咱不管了。老朱说完就转身离开，不知为何，此时老朱心里反倒轻松了许多。还得是娘出手啊，老四你没事吧？空印案交由三司了，但是你爹和你大爷爷还需暂时留京，不过你放心，他们可以在京自由行动。听到此话的虾仁一时间怔住了，马皇后看着虾仁有些心疼，正想开口安慰，朱棣却先开口了。虾仁，随我回燕地吧。刚才还和自己默契组队，怎么一转眼就开始抢人了？马皇后看了看朱棣，又看了看张口欲言的虾仁。你们众兄弟要互相帮衬，不过还是别急着答应，要多想想。虾仁，你在京城肯定待不下去，只要你去了燕地，无论是你还是你家人，我都不会亏待的。老四，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，怎么京城就留不住一个虾仁了？我也觉得在京城不合适，可我也不同意去燕地。几兄弟你一言我一语，都想拉着虾仁去自己的封地。朱棣见虾仁沉默不语，还以为虾仁已经做出决定。如果你定下什么地方了，我劝你再想想。拓边确定下来后，北地必然是风云汇集之处，正是大丈夫大显身手的舞台。哎，你怎么还没完了？该我们了吧？干什么？都是自家兄弟，还要翻脸不成？孩子，你回去好好想想，也问问家里的意见。那我现在回去商量一下。去吧，有时间多来看看娘。一路上虾仁都在思考，最优选就是老四的燕地，就如朱棣所说，那里将会是风云汇集之处。可如果超刘家的幕后主使真是朱棣的话，去了燕地岂不是羊入虎口？再一个就是老五那里靠近江海，
如果出海的计划被重视，不出5年，那里将变成大明的中心，再加上老五都快变成虾仁的小迷弟了。至于秦地和晋地，虾仁暂时没有考虑。秦地山川绵延，易守难攻，可作为进取之地。可是秦王朱爽喜怒无常，指不住什么时候就来个花。至于晋地，条件平均，但都不具备优势，而且晋王这人多智残暴，性格难以捉摸。老朱靠坐在床榻上揉着耳朵。虾仁选谁了？老朱忽然坐起身询问，可眼前空无一人。谁都没选。随着话音刚落，从暗处走出一个黑衣人。他回家商量去了。盯着点刘家，但是不要让任何人知道。虾仁做出选择的第一时间，咱就要知道。是。对了，云南那边来信了吗？虾仁那法子还不知道好不好用呢。还没，算算日子，传说应该今日刚到云南。老朱沉思了一会，把空印案交由3司会审的事铺出去吧，咱要看看百官的反应。这件事已经铺出去了。哦，老大性子还真急呀。随后黑衣人又给老朱汇报着一些事情，老朱听得眉头时而紧缩，时而舒展。虾仁回去后便将今天的事说了一番，最终决定还是去燕地，因为他刚刚从大伯那得知被抄的家产数量多到超乎他的想象。咱要回燕地，就必须得面对燕王朱棣，你想好怎么做了吗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这么多家产，怎么也要争上一争。好样的，有我当年的风范。而且我们回了燕地，又不是非要给朱棣办事。看来你是有打算了，跟大爷爷说说。若是家产要回来了，我打算去吴地造船造厂。好小子，这是回去取钱去了。要是真把钱要回来，不管你做什么，随便你用。大爷爷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放心，大爷爷我说话算话。说什么都得把钱弄回来。这些钱要是用在吴地，不出半年就能造出远距离航行的大船。若是能提前进入蒸汽时代。虾仁此时越想越兴奋。宫内，老朱与朱标相对而坐，在虾仁做出决定后，老朱就得到了消息。朱标脸上带着掩盖不住的失落，老朱似笑非笑地看着朱标。放心吧，虾仁去老四那待不了多久的。只要他去了燕地，老四怎么可能放他回来？虾仁是咱给你留的，不过是放出去历练几年。有招？嘿嘿，等他到了燕地，咱就给他下道旨，让他去参加科举。哦，科举3年一次，他早晚得回来，妙啊！不过咱有些看不透老四了。爹是说刘家抄家的事，像是老四干的，虾仁此行怕是不好走啊。朱标挠了挠头，觉得也是如此。朱棣自小就沉默寡言，但是憋着一肚子坏屁。那这些钱就给老四了吗？不然呢？这些年他在北面过得也不容易啊。随后两人一直聊到深夜，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但能肯定的是，空印案没办成，那有的人就要倒大霉了。深夜，郭桓腿疼的一直睡不着，刚刚又得知空印案被交给3司会审了，气得不行。好你个虾仁，真有你的！上尉不动手，那我就自己动手。老爷，咱追着他不放干什么？当务之急是赶紧把户部的事处理好。你知道个屁！刘蒙一手操持着户部的事，但凡他将户部的账对一下，我就得完蛋。而且虾仁这小子让我出这么大丑，我要他死。郭桓思考一会，做出了一个决定，把倭人弄来。老爷，你是不是疼糊涂了？哪来的倭人啊？哼，边海的倭人打劫，3成要交到我手上，我在上下打店，你也不想想，如果不是身后站着我，倭人能在边海如此猖獗？此人眼中闪过一丝异色，原来边海那些海盗都听老爷您的。没错，我要是倒了，他们也没好。你赶紧以我的名义修书一封，让那群倭人把精锐全都派来。翌日，虾仁睁开眼就看到一张可爱的小胖脸。二哥哥，你醒了。小婉儿早啊。你怎么睡到现在啊？太阳都晒屁股了。这是家里先生董文的儿子，之前因为空印案也被押入牢房，在牢里还跟大哥吵了一架。空印案都结束了，你还在这里干嘛？我爹让我随你们去燕地。董文老来得子，可是宝贝得很。虾仁没想到董文竟舍得让他跟着去燕地遭罪。见虾仁这副表情，董乃和有些气。你放心，我肯定有用，不白吃你家饭。我不是这意思，先生咋办？我爹说要留在京，等空印案彻底结束再说，起码还能给你爹一个落脚的地方。虾仁闻言一阵肃然，这位老先生为刘家默默付出这么多，之前还差点害得他们跟刘家一起被砍头。让你扯的正事都差点忘了，傅有德和蓝玉明日就要点兵支援云南了。我早就知道了。那我还有猛料，夫人的户部尚书被免了，
虾仁也没太惊讶，这肯定是老朱做的平衡之术，空印案的锅，看来是要让妇人背了。那现在的户部尚书是谁？郭桓。虾仁觉得此事没那么简单，朝堂上郭桓一问三不知，就这德性还能当户部尚书？就在虾仁思考之际，刘经纬急匆匆跑了进来。二弟快出去！太子来了！不止太子，其他几位藩王都来了。老爷，有人传来消息，故乡的樱花开了。哦，这是龟田桑来了。老爷，你小点声，皇上的锦衣卫可是无孔不入。对，不能让锦衣卫知道。有消息说，虾仁他们后天就要出城了。啊，这么快？那你赶紧去和龟田桑碰头，今晚就动手。这个什么龟田桑靠得住吗？虾仁可是会几招啊！哼，虾仁和龟田桑一比就是个屁。龟田桑在边海当了10几年海盗，他亲自带人来，虾仁必死无疑。你赶紧去，暗号是说出无名，吓汝一跳。你来了，义父要杀谁？帮虾仁的小子开路吧。这些是什么？这是娘的嫁妆，这些年娘用了不少，剩下的都让我给你送来了。咱娘俩有缘，不如我认你当干儿子吧。若是有人要诛你10族，也少不了我一个。虾仁看着这些箱子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朱爽此时嘴都撅得跟茶壶一样，他都没想到平时节俭的亲娘竟然这么有钱。虾仁怔住许久才回过神，那干娘自己还有用的钱吗？我们还能让娘穷着？替我告诉干娘，让她多注意身体。京城这有我在呢，有啥不放心的？随后朱标又看向虾仁身旁的婉儿，你就是婉儿吧？婉儿点了点头，眨巴着大眼睛看向朱标。我来的匆忙，这块玉佩还算不错，送给你好不好？众皇子们连忙把头转向一边，装作没看见的样子。别人可能不知道，但他们可是清楚这玉佩代表什么。不行，娘说过无功不受禄。你怎么能没功呢？你二哥在外面打拼的时候，你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啊，这是给你的奖励。也是，要是没有我，这个家得散。对啊，快拿着。婉儿接过玉佩，举着看来看去，好漂亮啊！虾仁的便宜老爹伸头一看那块玉，眼前一黑，连忙捂住嘴。这可是太子爷的随身玉佩啊，光是这料子，估计都能换1院子的黄金啊。对了，还有一把剑，这是娘给你挑的。虾仁看向那把剑，两眼发光。小时候就算是捡到一根笔直的木棍，那方圆2里地的油菜花都得遭殃。替我谢谢干娘。都是一家人，见外了。随后朱标又和其他人寒暄了半天，朱爽他们完全插不上话，朱棣有几次想开口都没有机会。郭桑真是小题大大的做，杀几个人还要我们过来。行了，中原有句古话，既来之则安之。阁下是何人？说出无名，吓汝一跳。你就是龟田桑，原来是自己人。谁跟你是自己人，你也配？找死！老大果然厉害，竟然会分身，分个屁！那是被看成两半了。开跑！就这，太没意思，交给你们了。几分钟后，大人都解决了，一共120头。行，那你先回去吧。回哪啊？当然是回郭家，你的任务还没完成呢。这郭桓真是该死，竟连我都不知道这郭桓还跟倭人扯着关系，而且他们之间的走账都是用的户部名头。那为什么现在不动他呢？他只是个小虾米，得用这小虾米把大鱼钓上来才够劲的。对了，娘让我送给虾仁的东西，虾仁又让我带回来了，说是先放在我这里，他为啥不要呢？老朱看着朱标气不打一处来，你是不是以为咱在你就不用动脑了？啥都指着咱给你想，自己寻思。2分半后，我明白了，虾仁这一趟是奔着拿回家产去的。刘家不止他们这一房，若是有了本钱，自然就有人不想去拼命了，搞不好还会分裂。你娘那些东西看着唬人，其实不过刘家家产的1成，虾仁是铁了心要把钱拿回来。而且这些不是现钱，不好变卖，
带着这些珠宝进燕地，就是烫手的山芋。咱都好奇了，虾仁怎么打破老四和富商们做的铁桶？义父，事情办完了。怎么样，扎手不？都是些啥玩意？我都不知道这些倭人是怎么在边海作恶这么久的。大哥也在啊，你咋还没睡啊？倭人都快进京了，我还睡个屁！你干嘛去？我去边海宰了他们，回来以后再说。行了，你急啥？也不见你关心下咱。最近有什么事没？没啥事，就是李大哥好像有什么心事。文忠大哥，他怎么了？咱想把好的东西都给他，谁成想他就是个糙人胚子，吃不了好事。哼，不提他了。对了，虾仁他们后天就走了。走就走呗，咱还要送他不成？他要是着急走，明早不行吗？还非得后天。要收拾东西呢。他家来的时候屁都没有，有啥东西收拾？他们现在都小有家产了，押他们过来的时候，他们有的人衣服里都缝着钱。衣服里能藏多少钱？他们用这些钱让看守的士兵去帮他们买东西，然后再让士兵拿到特定地方去卖，分出5成利。现在他们都挣了个几万两了。转眼便到了出发燕地的日子，经过一天的整理，总算是全部收拾完了。咋样，大侄儿，是不是没想到咱能划了这么多东西？虾仁看着这些东西也是很惊讶。大叔，咱家捞钱的本事真是一绝。不捞不行啊，咱也不能真空手回去啊。有这些本钱，你也好做事。虾仁心中流过一阵暖流，一家人只要能拧成一股绳，朝着一个地方使劲，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。都装好车了吧？装好了，随时可以动身。行。大爷爷，虾仁想说些什么，还未张嘴，大爷爷就先开口了。好孩子，刘家在你手里，我放心。放心去吧，不用多说什么。虾仁鼻子一酸，也确实没必要再说什么了。出发！虽然本家是顺天府，但因为刘蒙在京为官，原主从小就生活在京城，这也算是虾仁第一次出远门。一路上所有人都默不作声，大家都明白此行回燕地要面临着什么，虾仁心里也有不舍，紧张，各种情绪冲杂着内心。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这里距离京城才10里路左右，不对劲，大家警惕些。走着走着，虾仁看到前方站着2个人。陛下，干娘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来送你。你这次去燕地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您都没有完全康复，还来城外这么远送我？我没事的。虾仁又看向老朱，哼，咱可不是来送你的，咱是担心妹子才来的。见老朱这傲娇的样子，虾仁笑了笑，心中的郁气去了3分。好了，你们继续赶路吧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莫要像个娘们一样，把你脸上的死样给咱收一收。广阔天地，路就在你自己脚下。是啊，前途渺茫又如何？一路荆棘又如何？我要走的是一条光明大道，不愧心不愧人，纵使难走，但是心安。此时虾仁心中的阴云像是被老朱扒开了，脸上的愁容一扫而空。二哥哥，刚才那个老爷爷是谁啊？他谁也不是，就是个普通的老头。虾仁说得很大声，老朱闻言哈哈大笑。妹子，你听到没有？他说咱谁也不是。老朱越笑越大声，越笑越开心。天下大乱，朱元璋起义兵捉戮中原，横扫天下。可他是谁呢？臣朱元璋叩告苍穹、日月、山川以及历代皇祖之陵寝，自宋运告终，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主中原100有余年，今运野中，为臣上承天道，下顺臣民，驱除100年之患，勘定南北枭雄，于正月4日设祭于紫金山巅，昭告天地皇之，立国大明，建元洪武。我本怀幼不依，天下与我何家焉？